现在的男生啊，他们出来相亲啊，已经达成了几条共识，你们知道吗？反正他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啊。首先呢，相亲第一次出来见面啊，不会全部的消费都自己掏钱的，不管这个女生多漂亮，她有多喜欢，只要是遇到那种非要吃大餐、逛商场的女生啊，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撤离现场的。第二条呢，交换联系方式之后，这种回消息特别慢的女生，比如说上午发消息，晚上才回，那这个呢，直接就会删除的。大家都很忙，行就行，不行就下一个呗。现在的男生每天工作也很忙啊，女生还希望他主动花时间跟你聊天，那人家也主动了，但是你呢，还要端着那个架子。他如果真的很会哄女生，他有这个功夫的话，他生活中不早就脱单了吗？所以女生啊，也想想啊，你们那些慢热呀、矜持啊，可能现在真的不太管用了。你不行，不主动，人家马上就换下一个了。第三条啊，两个人聊天聊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女生啊，就是很难约不出来，约了3次都不出来，那直接就拉黑删除，谁也不想给谁做备胎的，没有那个功夫给你耗的。第4条就是约会了3次还不肯确定关系的，你约他他也不拒绝，送礼物他也收，虽然这样，但是人家就是不跟你推进关系啊，这种女人啊，赶紧删除。那明摆着就是把你当成了饭票啊，提款机，反正他自己又不吃亏，对吧？第5条，确定关系之后3个月还没有打算见父母的，果断分手。要知道你们都来相亲了，就别整那些复杂的东西，行就行，不行马上就下一个，没有必要浪费彼此宝贵的时间的，你说对不对？最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想来说一说。有个90年的女生，今年33了，对吧？长得呢还不错，她老家呢是农村的，来北京挺久了。她特别不服气啊，来找我说，最近这1年啊，她相亲都不下50个男生了。她看上的呢，人家都看不上她；看上她的呢，她又看不上人家。她说啊，怎么33就这么被嫌弃了啊？我就问她，那你看上的那些都是什么情况啊？她说那些就是经济条件好一些，综合条件稍微好点的，有房子有车，工作稳定，收入呢在50万以上的。没有看上的那些条件真的太差了，一个月才挣1-2万，能干什么呀？在北京啊，这点收入啥时候能买房啊？我是不是跟他们结了婚，过几年还得跟他们回老家去生活呀？我可不想过那样的生活，直接降低了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社交圈子。我呢，真的不想勉强自己去将就找一个男人过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的。再说了，我之前的男朋友也都挺优秀的，现在要我降到这么低，我还真是接受不了。不管怎么说，咱也是90后啊，还算年轻的吧？我马上接过他的话啊，我说姑娘啊，那你真的是可就太自信了。你是90后，但是啊，你怎么不算一算00后多大了？他们已经23岁了，对吗？那个才叫年轻呢。他们也来相亲找对象了，他们啊可跟你们不一样啊，人家呀早早就开始做打算了，而且他们的要求啊还没有你们90后女生的高。你想一想啊，一个女生要选择婚姻，那你就得想好了，你在婚姻当中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价值，知道吗？那我们都知道啊，女人过了30岁啊，就已经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你呢，不要又说男人太肤浅这种话，人家也确实要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儿。你不想要低质量的生活，那人家男生就愿意要一个低质量的孩子吗？你说你不想将就，那人家条件好的男生为什么要放弃00后那么年轻的女孩，要来将就你这个年龄大的女生呢？还有啊，之前的男朋友很优秀，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年轻，现在你还能让他们选择你吗？这个事儿啊，真的谁说都不管用。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秀的男生接受一个大龄女生的，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一个女生一定要去接受一个很穷的男生。那全网的红娘都在说这个事儿啊，男生对于年龄大的女生和女生对于穷的男生，那真的是天生就有敌意的。如果这2类人他们能听劝的话，他们都不会单到现在的，你们说对不对？如果男生也喝毒鸡汤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呢？男人啊，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哦，该吃吃该买买啊，想放松啦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钱这种东西啊，就是给女人看看的，不是给她花的。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喜欢你，她就会努力变得更强大，给你买房，给你买车，给你买游戏装备。给你花钱的女人不一定爱你，但是不给你花钱的女人一定是不爱你的。
你不用主动联系女人，如果她想你，自然会联系你；如果她不想联系你，那你联系她干什么？男人找女朋友一定要找一个像母亲一样爱你，把你宠成小王子的女朋友，怎么样？听着是不是特别的别扭？但是又有几个男人真的会去这么想呢？而很多的女人却会真的成为毒鸡汤的牺牲品。想想现在多少毒鸡汤祸害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了，毒鸡汤的功劳真是堪称第一。特别是女人被毒害的最深的那几句啊，第一句就是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给我讲理，那你就是不爱我。我真的想笑死。男人不跟你讲理，那他跟你讲什么呀？就哄哄你，能解决问题吗？第二句，真正爱你的男人是把你当女儿一样来宠爱的。说这句话的人，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把人家当爹一样去孝顺呢？男女之间是一种价值交换的关系，你啥都不想付出，又想别人把你当女儿宠，凭啥吗？人家又不缺个祖宗。第三句，我在自己的家从来不做家务，凭啥嫁到你家，我又得洗衣服，又得做饭，还要带孩子？我想说啊，你既然结婚了，你必须得分个你家我家吗？再说了，你做的饭就是给男人吃吗？你自己不也得吃吗？这个家你不用住的吗？你不也得住吗？这孩子是给男人生的，不是给你自己生的吗？第四句，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是爱你的，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一定是不爱你的。什么玩意儿啊？如果这个男人只要是给你花钱了，就代表爱你，那我请问你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个被交易的商品吗？最后一句话，只要女人还能生孩子，就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如果想平等，就让男人也生孩子。我就想问问你，如果男人还能生孩子，那要你干什么呢？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女权主义的毒鸡汤，一个人长期被这种思想灌输啊，他的价值观就会扭曲的，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就离婚了。你们说对不对啊？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怎么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吗？现在啊，真的是好端端过日子的男人啊，就被人家有点瞧不起的，而那些沾花惹草的渣男却被认为有点本事，好像不干点坏事都不叫男人了。而那些爱家恋家的男人反倒成了失败的男人。还有啊，那些要房要车要高额彩礼的女人呢，很多其实都是没什么本事的，但是啊，她的阅历却不少啊。这部分的女人，她把大部分的温柔都交给了前任，青春都献给了渣男，激情都留给了夜店，剩下的全是怎么套路男人的手段。如果中国所有的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必须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所有的男人可能都会把唐诗宋词啊背得滚瓜烂熟的。那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的男人我得要他会赚钱，至于他的良心好不好，人品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人品不好，但是很会赚钱的男人。这个正是现在中国女性挑选男人的一个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社会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常常说啊，真的是在于女性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都是因为女人太贪婪惹的祸，都是男人呐，对女人太包容太忍让太宠溺太惯着惹的祸。你们说对不对？你去看一看啊，富人呢基本上不会娶美女的。大家觉得富人身边一定是美女如云啊，这确实没错。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富人的老婆，虽然没有特别丑的，但是基本上啊都是相貌平平，或者呢也就是中上颜值。但是这些女人一定有过人之处的，要么就是年轻的时候陪伴富人一起走过了那些吃苦的那段人生岁月的女人，要么就是家庭背景非常显赫的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要么呢就是平民当中样貌气质性格和内在都很出众的女人。就是这第三种啊，是很多普通女人呐梦想着能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原因。很多这样的女人起破了头也要来参与竞争。前不久啊，我这里就来了一个女孩，长得是挺漂亮的，一问她的择偶要求，我就觉得她不太可能。她说就想找一个让她直接财富自由的人，否则呀配不上她的颜值。我就问她，那你说的财富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年入100万、1000万还是什么样的？她淡定地说啊，年入100万可能连大城市里边中产都达不到吧，至少存款都得过亿才可以。这种人呢，至少都是得开劳斯莱斯别墅1-2千平的那种，年龄多大我倒是不介意的。
他看我面有难色啊，就说你这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有是有的，但是不知道你符不符合他的标准，要不你等一下，我先跟这个男士沟通一下。于是呢，我就拨通了一位身家过亿的男士的电话，我把这个女孩的基本情况跟这个男士说完了之后啊，男士说美女谁不喜欢啊，但是要娶回家的女人的话，我还是希望她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特长，长相这块我反而可以，不需要太漂亮的。我京郊有2000平的别墅，还有4辆200万以上的车，然后我的年收入大概5000多万吧。漂亮的女人我不缺，我并不是说她的颜值不够，而是我没有看到她有别的什么特别的长处，学历也不算高，受教育程度也不够，家庭背景也一般，这些都没什么。但是这样的女人啊，我一抓一大把，有的是啊。再说了，美貌这个东西又能持续几年呢？用几年的美貌想跟我换一辈子的财富，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太亏了？说实话，我要娶个老婆的话，这种类型的就不用给我介绍了，我还是希望找一个人美心善，受教育程度高一些，有优良的女性传统美德的，对我的家庭和事业都有一定帮助的女人。这个女孩听完啊，说哎，无所谓了，我有的是人追。那我就说啊，姑娘，你的美貌确实能引来很多人追求，这其中也不乏有钱人，但是他们追求你不代表他们会娶你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富人都是很聪明的，他懂得一个女人要是娶错了，稍有不慎，一辈子的江山啊，可能都毁在这个女人手里。他们考虑的可没有你们那么简单，你们觉得呢？美女会难嫁吗？真的有难嫁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女啊，她也分什么样的美女。如果你的家境好，学历好，性格也好，那你很好嫁。那如果你的家境不好，学历也不太好，性格还有点作，那这种呢就很难嫁。我们都知道啊，女生啊她是慕强的啊，那对于美女来说呢，颜值是很占优势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境和学识做靠山，可能很容易沦为某些男人的短择对象。我这里就有一个31岁的美女，真的是称得上大美女，她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家境不好啊，小城镇的一个普通家庭，学历呢也不太高。她自己跟我说，谈过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经济条件很好的男人，但是没有超过半年的，基本都会无疾而终。总觉得这些男人太渣了，那你是不是很好奇，这么好看的女人怎么会结婚这么难？真的是这样的啊。她好看，所以呢，她一定想找条件好的。之前有过几任男友，都是谈到最后男方家庭不同意。人家一想到自己的儿子要娶一个这样的家庭女儿，差距太大了，自己的家又不是扶贫的，坚决不同意。他后来呢，也接触过一些稍微条件差一点的男生，他又嫌弃对方挣得太少，没有什么能力，所以相处起来啊，他是很作的，各种挑对方的问题，男朋友最后都是受不了，但是分手呢，也都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呢，他呢就会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里，然后年龄啊就一拖再拖，把自己给拖大了，这不他就来相亲了吗？我呢就给他分析啊，首先他这样的美女啊都想嫁得好，喜欢企业家或者是富豪，最不济呢也找一个中产家庭，对吧？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富豪一般来讲啊都是几代人积累出来的财富，这种啊叫豪门。他们一般呢都是政治联姻或者强强联手，儿女的婚姻没有几个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你肯定是嫁不进去的。那么企业家呢，基本上都是身家过亿，非常有头脑和智慧的男人，他们啊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肯定不会喜欢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女人。那种中产阶层的家庭呢，他们呢财富正在上升期，更希望遇到的是一个能够帮扶他们的，能够提升家庭财政收入的。那所以一张脸好看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最后他可能只有2种选择比较适合，一种呢就是没有太高文化的土豪，自己呢单打独斗一无所有做起来的那种，他们因为文化水平有限制，也是不太容易找到综合条件很优秀的美女的，所以他们对这样出身的家庭的包容度啊，这个文化程度他们都是能接纳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离异之后的有钱人，并且年龄比他大的比较多的，甚至呢就是有孩子，这2类应该才是他可以重点发展的对象，其他的可能也就是短择他的人。美女要是能够加上家境、学识、性格中任何一项，那都是王炸，但是如果你空有美貌的话，真的是不太行。评论区咱们聊一聊，讨论一下。我告诉你啊，女追男的时代啊，
真的快来了，男生们再也不用做舔狗去追女生，还要买房子买车给彩礼，都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跨国婚肯定要盛行起来了，有很多的俄罗斯、缅甸、泰国、韩国甚至是日本的女人都会大量的涌入中国婚恋市场的，竞争对手啊太强大了，这呢也会导致大城市里边的大龄剩女啊会更加的难嫁，二三线城市的一些条件一般的单身男人也很多机会的啊可以娶妻生子了，不用考虑房子、车子和彩礼啊，条件啊差不多的都可以结婚。因为外国女生她不太讲那一套东西，外国的女生啊她更讲究你们精神上的和谐，而国内的女生呢更讲究物质上的满足和条件的匹配。那一个呢是真心的想过日子，那一个呢是条件的权衡。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会怎么选呢？答案真的是不言而喻，对吧？那所以现在呢这个男多女少的神话，那到那时候一定会被颠覆的。其实大家都知道，那适婚的单身男人是要比单身女人多出3000多万呢。这些光棍其实它是指的在偏远的农村，而不是指的在城市。在城市里，其实现状已经是女多男少，优质的男人啊那就更少。而咱们现在有很多女人呢，还在盘算着啊，怎么利用谈恋爱和结婚让男人掏自己的钱啊。那俄罗斯女人的肤白貌美大长腿，缅甸泰国女人的服帖持家温柔善良，日本韩国女人的温柔贤惠吃苦耐劳，让这些中国女人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抢？还在盘算着呢，还在精挑细选着呢，还嫌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呢，还在矜持慢热呢，还等着男人去追呢。而中国的男人呢，又很会赚钱，也比较有责任感，又很会宠老婆，又舍得给自己的女人花钱，所以这些呢都是国外的女人非常想嫁给中国男人的。如果说国外的女生大批量进来之后啊，3000万光棍的格局一定会彻底被颠覆的。女生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呢？这样的论调也将不复存在了。相亲的时候，女生可能呀再也不会觉得我是在给男生一个追我的机会这种心态。那约会的时候，有可能啊还会轮到女生主动去买单，到时候啊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的男女比例还会进一步扩大的。那样的话，女追男的时代真的就来了。男生们，你们期不期待这一天呢？有一个颜值评分倒数第一的女孩来找对象啊，非要找帅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就别说她长得丑，根本就不可能了，即便是美女到相亲市场上来啊，也未必能见到几个帅哥的。人家长得帅根本不需要来相亲了好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都说男人好色啊，很少有听到说女人好色的。其实女人啊也是一样的很好色的。据科学家研究，女性的好色程度是男性的6倍。你就看看啊，现在很明显嘛，男色经济已经崛起了，成为主流了。影视剧里边都是一个小鲜肉被好几个女生追求。吻戏中呢，男主先亲女主的戏没有人看，女主主动亲男主的戏，那就是流量很高的。为什么？还有很多女性用品以前都是女性来代言的，但是现在啊，性别必须要反转过来，由男性来代言，才有更多女性愿意买单。为什么？难道男人愿意看男人吗？当然不是嘛，是女人愿意看。大女人有钱啊，就愿意为小鲜肉买单。姐弟恋啊很盛行，尽管女人基本上都知道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呀，也很愿意跟弟弟谈谈恋爱。男明星的演唱会上哭到晕倒的都是女人，你们见过哪个女明星的演唱会上有男人大喊大叫哭到晕倒的吗？没有吧。在那种情况下，女人根本就忘记了矜持，不顾任何的思想束缚，好色的很彻底。你就看一看现在短视频那些小鲜肉帅哥的直播间里，女性占了90%以上，甚至有60岁以上的大妈给小鲜肉打赏。其实女人比男人还好色，男人的骚是明着的，女人的骚啊是藏着的。在动物界，任何一种动物雄性都是靠华丽的外表去征服雌性的。比如说鸟类，雄性的羽毛一定比雌性的漂亮；爬行动物，雄性也一定比雌性更显强壮，轮廓更完美。所以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也是一样的。就拿我们相亲市场来说，最令我们头疼的就是那种来找帅哥的女人。其实我干这么多年的婚恋，就没有真正见过几个大帅哥跑到相亲市场上来的，人家根本不需要的，他什么样的都找得到。所以在相亲市场啊，美女不少，但是帅哥啊真的是很稀缺的。现在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现在有很多大龄剩女啊，真的是被现实打脸呀。
真的你会觉得呀，又可怜又可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将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真的嫁不出去的。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大龄女生看到这儿可能也很想骂我，但是啊，很多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啊，她们有一些共性，基本上有这3点啊。第一，太挑了；第二，太毒了；第三呀，情商太低了。你看完了，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你再喷我。就拿我这儿前几天来了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啊，她的案例来讲，其实她长得还可以，颜值呢能打个7分吧，在体制内上班，月薪呢有1万多。那天她来我这儿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离异的，但是年薪1000万啊，非常优秀的男士。出来他就马上跟我反馈了，说这个男士啊，他没看上，感觉对方没有什么眼缘，虽然有钱，但是年龄太大了，还离异的。想当年啊，自己20多岁的时候，那都是些富家弟子啊，跟他相亲，基本上没有看不上他的。所以啊，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呀，觉得很亏，带出去也没有面子，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长相也看着不太喜欢的，年龄还那么大的男人。我说，那你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未婚的，年薪1000万，而且还能让你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了。他想了想说，哎，现在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也不好找，要不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女士啊太自信了，男士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她。男士跟我说啊，这位女士啊聊天啊让人很不舒服，一坐下来就问她为什么离婚的。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婚原因之后啊，他立马就追问，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你看看啊，第二个话题呢，他就是问房子有多少套啊，都在北京什么位置啊，年利润大概是多少啊，还问男士半年内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还问这么多东西干啥呢？这个就是他的情商了啊，真的情商太低了，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他问的这些全部都是很隐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女人啊，她读惯了，她的这种思维呢是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就是挑了收入挑颜值，挑了颜值挑学历，挑了学历挑资产，挑完这些他还得挑性格。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挑了个满意的，结果人家看不上他，不然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因为他读惯了，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啊情商很低，不会说话不会处事，关键的是他们还是小姑娘心态谈恋爱，要男人追要男人宠，自己呢又不主动还很作，所以啊处处都失败。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还嫁得出去吗？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啊就是这样的，这一说到结婚，女方就要高额的彩礼，要好车要好房，男人啊一般都会尽量的满足他们，婚后还得努力的养着她。多少南方家庭啊为了要娶个媳妇儿，几乎变得一贫如洗了，有的家庭外债累累啊，不堪重负，婚后男人还得养着一个只想享乐挥金如土的祖宗，物质生活一旦达不到他的享乐要求，还有离婚的危机。为什么不想想，当今社会男女其实是平等的呀，结婚的一切开销应该由男女双方一起来负担的，而不是应该只由男方单独来承担。婚后男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养着女人的这种义务，而是两个人要一起维系这个家庭的兴旺和睦。这类女人呢，真的是太重钱了，太看重物质了，太能享受了，拜金挥霍，到头来还无情无义的。他们啊，真的是把结婚当成了摇钱树和提款机了，当成了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机遇，恨不得一下子呀把男人的口袋全部掏空，把男人的血汗都要榨干。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能遇到一个性格温柔、知书达理、懂得疼人、勤俭节约、孝顺顾家、善良贤惠的女人呢？彼此恩爱白头到老。可是现在太多贪婪拜金享乐无情的女人了，比比皆是。所以现在的男人，你是不是也该觉醒了？不要再无底线的去包容这些女人跪舔这些女人。只有当男人自己觉醒了，女人她才会觉醒，她才会知道只靠男人可能是不行的，我还是得靠我自己。
婚姻得双方一起努力来经营，才能幸福，才能长久，对吧？